我们在家里的经济版的一根肉就完成了。其实这一片鸡肉只要3块半，所以疫情关系没有办法出外用餐，我们在家里可以吃这么美味的西餐。吃一口。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用鸡肉，煮一道西餐。想必大家都好久没有出去外面用餐了，尤其是西餐。再加上现在经济也不太好，西餐也算是比较高消费的一个料理，所以我们用最经济的方法，又简单又快速来教你怎么做这个chicken joe。来，我们来介绍所需的材料。然后我们就买了这个 whole leg， 这个是去骨的 boneless 的，所以这个价钱是差不多1公斤是15块，我在 NSK 买的。因为我曾经想要省钱，没有去骨的那个 whole leg 会比较便宜一点，差不多1公斤是10块到11块，所以我曾经自己来取骨，来学着怎么把那个骨给去掉。但是实际上骨头的重量是差不多30到48%，所以这个15块钱其实也不会贵吧，因为你已经把那个骨头给去掉了，所以它也是羊毛出在人身上咯。所以基本上你看我买4个还不到1公斤，平均一个这样子一片3块半。对啊，你看这样子一片3块半，你外面吃西餐，有时候他们只是给这部分，他没有腿的地方，他只是给这部分就要15块钱了。你看我们3块半这么大个，整个买下来15块钱，一家4口可以吃得到整个 whole leg， 所以在家里做毕竟比较经济实惠。即使是已经买回来取骨了，我们也是要把它改刀一下，因为有些部分很厚，很多肉，这边比较多肉，我们把它改刀，改成比较薄一点。还有顺便把那些筋啊，你看它这些筋，这些白白的筋，把它割断啊，不然它煎的时候，当我们煎的时候，它会把它缩成一团啊，所以把那个筋给切断。比较厚的地方，你斜刀给它摊开一点，给它弄得更大片，它的面积更大一点。这个好处是它更容易熟，它摊开一点。这些筋要把它切断，比较厚的地方我们让它摊开一点，切薄一点。你清洗了再来把它改刀。刀不够力很难切，没关系，我们没有那个磨刀石没有关系。每一个碗它的底部都很粗糙的，你可以这样子磨一下，这样就很利很好切。你刀稍微放斜一点就好切，这筋要切断。接下来我们进行腌制，其实用来腌制的东西配料也很简单。OK， 我们用生抽，你要一点生抽那种颜色，所以煎出来的鸡肉才不会白白，才会有那种比较焦的颜色，炭烤的效果。蚝油，我喜欢用一个盆，先把那味全部调好，来把鸡肉放进去，这样比较均匀。白胡椒粉，再来就是蒜粉，不是 garlic salt 啊，这个是 garlic powder。因为现在这些东西 garlic powder 在贝武宴也是卖得很便宜。接下来我们放一点糖，我放了。如果你没有用蒜粉，你用自己切剁碎的蒜米也可以，但是因为我们不想吃到有颗粒状啊，所以我们就选择用蒜粉啊。所以我们把它搅匀。你这样腌制的话，每一块鸡肉的味道都比较均匀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就直接放在鸡肉这样子倒胡椒粉，直接这样子来放蚝油、放生抽、放这些就不均匀了，变成每一片蘸的不均匀。所以我们先在这边来把这个鸡肉放进来，跟它按摩一下。哦，还有重点是在腌制的时候啊，鸡肉不可以有任何水分，尽量把它沥干水分。所以这个是腌制的最基本的要求，你的味道才能够入味。鸡肉也是属于 room temperature 的鸡肉，你不能冰冻鸡哦。冰冻鸡你等下你腌的时候它就会出很多水，所以要注意这一点。然后沥干水分，你这样腌制真的很入味。先跟它massage，这样稍微抓一抓，按摩一下，让每一块鸡肉都会沾到这个腌料，把它排美美啊。一片叠一片，好像叠罗汉这样，让它腌至少1个半小时啊，腌得越久越入味啊。OK， 我们把腌好的肉，刚刚腌好的，所以我们准备一个不粘锅啦，不粘锅就比较容易操作。先把锅给热一热，其实不粘锅做这个chicken joe是最好做的，最容易操作的。因为我没有比较大的，我就用这个小的，没关系，就一片一片来哦。它的皮炒下，我们不需要放油的，牛油什么油都不用放，因为不粘锅嘛。所以这样子做法是很健康的，鸡皮自己的油。
我们盖上一个盖子，给它热气在里面的，所以它表面也容易 steam 熟它。做3分钟。在3分钟过后，我们给它翻一个面。盖上盖子，不然它喷到里面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意面差不多5分钟，你看差不多好了。所以总共煎了10分钟，你看它有点插油的感觉，好像炭烤这样，插油，你看很漂亮，完全把它油脂给逼出来，不需要放油这样。完全不粘锅的好处在这边了。我们把这个多余的油不要倒掉，鸡皮朝下，那煎一个5分钟，把油脂给煎出来。这5分钟了，你看，有点焦黄了，继续煎给它有点插油的感觉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焦一点，你可以再煎焦一点哦。你看我们翻面，是没有煎焦一点，它的皮啊，鸡皮白白很惹力啊。就这样很漂亮哦，所以10分钟呢已经熟了，所以我们拿起来。所以当你开得太小火，好像这样小火啊，它的水分全部流失出来了，而且你看煎了这么久，还不易焦黄，那火候要控制得很好。但是没关系的，水分流失，因为这个是鸡皮肉啊，它的口感还是很好的，不会说很干涩。只是说火也不能太小，太小你的皮是煎不焦的。啊，火用中小火。但是如果你的锅稍微煎得太焦了，因为它有那些蚝油啊、生抽啊，所以它那个锅容易焦，所以可以稍微洗一下，这样煎出来才美。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腌的时候有放一点那生抽啊，所以你煎的时候才会有焦黄的感觉。如果你没有放生抽那种比较有黑色的焦黄，就会感觉不出来的。那真的是有点插入的感觉。那个皮不要太白啊，不然吃得很有力。接下来我们来煮一个酱汁，所以我们需要黑胡椒，所以我们用那个 black peppercorn， 不是用黑胡椒粉哦，黑胡椒粉出不出那种口感啊，所以要用 black peppercorn。black peppercorn 如果有那个 grinder， 就用 grinder 啦，我用这个盅也是 OK 的，差不多是这样的 texture 就好了。我们用回这个不粘锅，然后把它洗干净了。应该煎的时候已经把那个锅笼找我们洗干净。我们放 unsalted 的牛油，差不多1汤匙。火不能太大，因为这个牛油不能受高温的，它受高温它就会变焦变糊掉了。所以我们要用低温啊，因为牛油不是属于那种可以高温拿来烹煮的油类。有这牛油融化了，我们把刚才吹好了这个胡椒，黑胡椒。炒出它的香味。全程我就是用小火。准备一点面粉，这个是中筋面粉，我们这边叫做普通面粉啊，半汤匙就好。我们把它炒一炒。你看这样白色是吗？你现在你把它炒到一点焦黄，就这样热它，给它均匀受热。我们倒1 cup 的水，我放一点黑酱油 ，half teaspoon， 目的是为了加深它颜色，所以 half teaspoon 就好，这颜色就比较美。接下来调一下味，用鸡粉来调味。接下来勾一个芡，我们用那个玉蜀黍粉，加入这个cornstarch， stir 它一下。所以加入 cornstarch 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搅拌啊。不然还结块，所以这样粘稠度，我们就是要这样粘稠度了。就这
个 coleslaw 可以看上回我拍了一个视频怎么去做 coleslaw。薯条也是我撒了一些那个 paprika，我把薯条撒得酥脆。在上一集我也是有教了大家这么美味的西餐。